深夜，宿管阿姨在微信群里突然发消息，有一个外卖小哥刚闯进宿舍楼，大家注意安全，一定要锁好门。群里一阵吐槽，说宿管阿姨大惊小怪，说外卖小哥敬业。紧接着宿管阿姨又补了一句，监控拍到外卖小哥手里拿着刀，刀在滴血。我手机切换到饿了么，页面显示骑手距我15米，我后悔死了，半夜怎么就猪瘾犯了，非要点麻辣烫。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你好，外卖。外卖小哥的声音平常，可我的心跳却比敲门声响得还厉害。现在是11假期，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整栋宿舍楼的人都很少，宿管阿姨方便管理，所以才拉了这个微信群。大家群昵称也都设置成了寝室，我是408。我没有回答外面的话，假装人不在，同时在微信群里求助。外卖员到我门口了，正在敲门。606，天呐，姐妹千万别开门。402，快点报警。309，人都到门口了，现在报警根本来不及。宿管阿姨，大家别慌。408，别开门，我这就过去。看到阿姨的回复，我稍微安心了一点，准备继续装宿舍没人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是外卖员打的，我忘了关静音，声音不算大，可门外的外卖小哥绝对能听到。我接通电话，装出没睡醒的慵懒声音，我在睡觉，外卖放门口就行。门外沉默了片刻，外卖小哥说道，路上来的时候汤洒了，你还是出来看一眼吧，吃不了的话给你退款。我没有半点犹豫的回答，没事，我自己有碗，不用退款，也不会给你差评的。门外的人还在坚持，麻辣烫凉了，可能会拉肚子，你还是出来看一下吧。对方越是坚持，我心里越慌。我从没见过连外卖凉了都主动退款的外卖员，我果断回应，我有锅，有微波炉，自己能加热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给差评了。听到差评，对方连忙回应，好的好的，我这就走，外卖放门口了，差评不要给。说完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由近及远。我没有立刻去拿外卖，等了大概1分钟，先是趴在门径看了一眼，视野全黑，不应该呀。虽然走廊是声控灯，没人的时候不亮，可楼道最两端是有窗户的，不至于一丁点光线都没有。这门径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我刚想到这，门径的遮挡突然消失，透过门径，阴暗的环境下出现一道人影。人影穿着外卖服，一手提着外卖，一手握着刀子。我吓得差点叫出来，因为灯没亮，看不到对方具体样貌。不过他的双眼却紧紧盯着门径。我们宿舍防盗门的门径很一般，从外看不到里面没错，但透过门径能看到屋内是否有光。宿舍内的灯一直是亮着的，从外看门径是亮的。可我趴在门径的时候，从外面看门径就是暗的。对方知道我在看门径，我连忙说道，你再不走我报警了。外卖员不慌不忙，弯腰把外卖放在门口，然后身子贴在门外，低声说道，尽快取外卖，无论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说完，外卖员踉跄着走了，对他的腿好像有问题，走起路一瘸一拐。他走了，可我的眼睛不敢离开门径，还保持着紧绷的状态，透过门径死死地盯着外面的黑暗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我看了眼微信群，402，我刚在门径看到送外卖的走了，外卖可以拿了。直到这时，那我快崩断的神经才放松下来，想打字回复402，可手都是抖的，暂时放弃。开门取外卖更不可能了，不是不信402，只是为了碗麻辣烫冒险犯不上。这时微信群又传来了新的消息，413，我看到宿管阿姨上来了，不用担心了。413宿舍挨着楼道，有人上来能第一个看到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宿管阿姨平时对我们管理很严，却特别负责可靠，有阿姨镇守，宿舍楼从没有男生进来过，就连男导员想进来都得求着阿姨。像今晚这样外卖小哥冲进来更是头一次。我连忙开门，准备和宿管阿姨说明情况。顺着楼道的方向，我看到宿管阿姨的身影不断走来。楼道黑暗，阿姨既没有跺脚或者叫喊唤起声控灯，看到我后，阿姨突然加快速度，从正常的走路变成快走，接着又变成小跑。小跑的时候，手脚不太协调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我打开微信，这一次是413私聊的。413，宿管阿姨的状态不对劲儿，别给她开门，她手里拿着刀，刀上有血。我顿时血压飙升，连忙缩回宿舍，用力关上宿舍门并上锁。片刻后，砸门声响起，咚咚咚。宿管阿姨不是在敲门，是用拳头在砸门。我连忙回应，阿姨别敲了，我是林小青，外卖拿到了，我没受到伤害。小青听到我的话，门外的宿管阿姨微微停顿，不再砸门。我趁机看向门径，见宿管阿姨一只手捂着额头，表情好像很痛苦，但很快就察觉到我在趴门径，下意识地把右手放到身后。阿姨的动作很快，但我还是看清楚了，和413说的一样，宿管阿姨的右手拿着一把带血的刀。阿姨不再敲门，而是在门外说道，小青快开门，阿姨要亲眼看到你安全才放心。我连忙回答，阿姨我没事的，外卖我也拿到了，
外卖小哥刚往右边走了。阿姨轻拍了一下门，语气带着埋怨。你这孩子，开门就顺手的事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坏人是否劫持了你，躲进你的宿舍？你们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，你们的安全在阿姨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番话下来，我觉得那个熟悉的宿管阿姨回来了，俨然一副处处为我们着想的热心又严厉的模样。可我还是不能开门，哪怕熬过今晚，白天我找宿管阿姨道歉，现在也绝不能开。阿姨，坏人没进我屋里，402可以证明，他亲眼看到外卖小哥离开的，就在走廊右手边。他腿好像有问题，阿姨您现在还能追得上？谁知阿姨根本就没有追外卖小哥的打算，继续耗在我门前。那我也要先进来问清楚情况，这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，快点给我开门，不然给你宿舍扣分。我屋子里没有坏人，我也是安全的。外卖小哥逃走的方向也给出来了，宿管阿姨为什么还执意要进我宿舍？宿管阿姨绝对有问题，我只能坚定回答。阿姨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没义务给您开门，还扣分威胁。别说你这扣分不合理，就算扣再多分也没有命重要。谁知这时，刚刚焦急的阿姨突然安静，透过门镜看着阿姨低着头，口中喃喃低语：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阿姨？都怪你不好，都怪你半夜非要点外卖，让坏人进了宿舍楼，你要受到惩罚。阿姨的声音由小变大，最后声音中带着狰狞，在说话的同时，突然抬起头看向门镜，她把眼睛直接顶在了门镜上。我们宿舍的门镜向外看，本身就有一种凸透镜的视觉。阿姨的这一举动吓得我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宿管阿姨又用力砸了2下门，竟开始桀桀笑了起来。犯了错还拒绝接受惩罚，你以为阿姨没办法了吗？傻孩子，我是宿管啊，整栋楼所有宿舍的钥匙我都有，等我这就下楼去取。听到阿姨的话，我神经仿佛炸开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了敲门和叫喊声，微信群里传来新的消息，有人在@我508@408。其实我刚才也点了外卖，外卖小哥在我门外了，他不走了怎么办？408，你刚才是怎么赶走他的？我不但帮不到他，自己也自身难保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宿管阿姨离开了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：那个送外卖的，别让我抓到，还有楼上的同学，半夜点外卖也要接受惩罚。微信又有了新的消息，但这次是413拉了一个小群，群里除了我，还有402413508，分别在我宿舍的左右和上方。402和413两侧都有楼梯。413，今晚的情况不正常，外卖小哥有问题，宿管阿姨也有问题，拉个群，我们互相照应，通过门禁传递情报。我刚看宿管阿姨走了，应该是上楼了。508，宿管阿姨有问题，那我该怎么办？408，总之谁敲门你都不要开。508，你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报警。413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受到伤害。508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报假警犯法的吧？我一阵无语，这2个家伙是小学生吗？就在这时，半天没说话的402发言了。402，我刚才已经报完警了，警察10分钟就会到，现在安全最重要。我长叹口气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冷静下来。我简单分析了一下情况，宿舍门锁着，有几个姐妹通过门禁交流外面情况，已经报警。虽然宿管阿姨有我们宿舍的钥匙，可她去追外卖小哥了，一时半会顾不上我们。就在这时，微信又震了一下，我看了眼手机，是402的私聊。402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